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0岁之后必暴富的手相。人生犹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起跑线上就赢得胜利。有些人在起点时冲劲十足，却后劲不足；而有些人起点虽不高，却能持之以恒，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人的运势也有着类似的情况，尤其是财运方面，很多人年轻时挣钱困难重重，到了中年晚年却迎来了机遇。那么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究竟有哪些特点呢？什么样的手相能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？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特点：智慧线伸长。当我们摊开手掌，能清晰看到3条比较伸长的纹路，其中位于中间的便是智慧线。一般来说，人们的智慧线相对较短，然而若智慧线伸长，就像一条深邃的河流，流淌着智慧与坚韧。这类人聪慧且富有韧性，做事善于思考，谋定而后动。他们的洞察力惊人，能发现许多常人难以察觉的财富运势。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因思虑过多，总是错失挣钱的时机，而且大多数人年轻时财富底气不足，不敢尝试风险较高的项目，直到年过半百，身上的负担减轻，他们才开始大展身手。因此50岁之后，智慧线伸长的人在财富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，并且年龄越大，挣钱的机会越多。手掌心2条玉柱纹路。玉柱纹路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，一般人能拥有1条玉柱纹路就相当不错了。而若能同时拥有2条，一条直通中指，一条直通食指，就像2条坚固的桥梁横跨手掌。这样的人仿佛被命运之神赋予了特殊的力量，拥有晚年的福报。在年轻时，他们缺乏明确的目标，做事随心所欲，庸庸碌碌。然而到了50岁这个财运的分界线，他们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思维意识突然觉醒，他们开始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，财运也随之不断向他们倾斜，最终他们晚年福禄大增，成为人生赢家。拇指和无名指有斗。斗和簸箕是手指头上的纹路表现，斗就像年轮一样，呈现数圈闭合圆形。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，就像拥有了一把开启财富之门的钥匙。若2只手都呈现这种纹路，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这类人就像花期较长的花朵，需要时间慢慢积累阅历和经验。年少得志的人早早开花结果，而他们则是厚积薄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财富运势逐渐提升，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。晚年儿女双全型大运人的手相特征：感情线延伸到食指。晚年家庭运势旺的人，手掌上的感情线宛如一条轻柔的绸带，从手掌的一侧缓缓延伸至食指下方。这条感情线就像一条连接着家庭情感的纽带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与温暖。感情线一般位于无名指和中指下方部位，当它延伸到食指下方时，便形成了木星丘。这一特殊的手相特征，仿佛是命运赋予的独特标志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在生活中展现出温和的态度和成熟的气质。他们对待家人、朋友都充满耐心与关怀，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。在婚姻方面，他们善于经营，能够与伴侣相互理解、相互支持，夫妻之间的感情深厚，共同营造出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。他们教育儿女的方式也十分独特，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和智慧，让儿女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爱与关怀。他们与父母、儿女的关系十分融洽，无论是日常的生活交流，还是遇到困难时的相互支持，都能体现出家庭的温暖。在儿女的陪伴下，
他们享受着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。这份幸福不仅来自于家庭的和睦，更来自于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的态度。2. 手掌心红润，出现玉带马。眼睛能洞察一个人的心灵，手相则能揭示一个人的命运。手掌心红润有光泽，就像一颗闪耀的宝石，说明此人天生好福气，且内涵丰富。这类人早年事业有成，婚姻幸福，婚后儿女双全。他们的儿女大多孝顺，晚年不愁吃穿，还能行大运。所谓玉带马，指贵人纹形成交叉形状，纹路清晰可见。在传统手相中，有这种特征的男性，要么是达官显贵，要么功成名就，运气很好，多有贵人相助。他们婚后儿女双全，子女体贴孝顺，子孙满堂，晚年生活幸福安康，越老越富贵，堪称人生赢家。3. 婚姻线上有很多竖线，婚姻线上的竖线仿佛是命运的刻度，每一条都承载着生命的轨迹。这些竖线犹如一个个小栅栏，整齐排列在婚姻线之上，它们是子女线的象征，也是家庭幸福的独特标志。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，其生育能力宛如蓬勃的生命之泉，他们在生活中精力充沛，对未来充满期待。在婚姻的旅程中，他们积极地迎接新生命的到来。这些竖线就像一个个希望的种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生根发芽。竖线越多，意味着子女运越旺盛。每一条竖线都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音符，奏响着家庭的幸福旋律。它们笔直又清晰地呈现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故事。在婚姻生活中，他们凭借着强大的生育能力和对子女的关爱，收获了满满的幸福。婚后大多儿女双全，在儿女的陪伴下，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快乐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儿女们长大成人，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而他们也成为了长辈，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。这份幸福不仅是家庭的延续，更是他们人生的美好见证。3. 什么样的手相最命苦？1. 手掌粗糙坚硬。手掌粗糙坚硬的人，仿佛是被命运之神打磨过的石头，他们常年从事体力劳动，手掌长茧变硬，就像在生活的战场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。从小生活贫苦，早早开始帮家里干活，长大后大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。他们一生贫苦，寅吃卯粮，入不敷出。男性脾气暴躁，对生活现状不满，经常动怒，与亲人邻里关系紧张。女性则生活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，父母对她态度冷漠，小时候的境遇十分悲惨。2. 手指粗涩干瘦。古代常以纤纤玉手形容富贵女人的手，而手指粗涩干瘦的女性就像被命运之神遗忘的灰姑娘，她们常年干家务活，手指长茧。这类女性常被认为克夫漏财，婚姻状况不佳，甚至可能遭到家暴。男性手指干瘦，身体状况不佳，体弱多病，治病买药的钱成为很大的开销，生活十分拮据。3. 手线杂乱不一。手心上的3大主线就像命运的指南针，而手线杂乱不一则像是一团乱麻。生命线、事业线、婚姻线的杂乱，预示着这个人的一生坎坷艰难。生命线短，可能命不久矣；事业线短，事业不顺，在职场上难以有大作为；婚姻线短，离婚的概率很大。4. 大拇指有痣。大拇指通常代表权势，而大拇指有痣就像一颗隐藏在黑暗中的星星，这颗痣可能预示着在官场职场上遭遇不测风云，甚至有可能背上牢狱之灾，或者是公司破产倒闭。这对男性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可能导致一生无法反转，最终在抑郁中结束这一生。4. 女人40岁以后看手相的选择。1. 左手为主。女人40岁以后若要观看手相，一般以左手为主，右手为辅。在40岁之后，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。此时，女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波折，
双手变得沧桑，以左手为主，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人生之书。看手相时，要选择正规专业的大师，切勿随意在网络上发送手相照片，以免泄露自己的命格。同时，要了解算命的禁忌，比如不要算寿命，否则会让自己陷入可怕的境地。算命次数1年1次即可，过于频繁会让命越算越薄，霉运连连。女人40岁以后要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，这个年纪大多已经成家立业，拥有了孩子和老公，他们会变得辛苦又忙碌，既要经营好个人事业，又要操持好家务，不要勉强自己，要学会享受生活。无论是职场还是生活中，遇到烦心事都可以向家人和朋友倾诉。通过看面相、手相以及治相等方式，提前预知未来的婚姻，以便做出更好的选择。如果老公是渣男，还频频出轨，那么要快刀斩乱麻，果断离开，不要给自己留退路，否则只会过得愈发痛苦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